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我，吸引力法则是真的吗？我知道他想问的是，我想要好东西，真的能得到吗？我不想要坏事情，都可以远离吗？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已存在一种类似于吸引力法则的理论，例如古人常谈论的天人合一，可以用吸引力法则来解释，即个体的思维振动频率与宇宙能量之间的共鸣与感应。古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则可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磁场相互吸引的现象。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可以用吸引力法则来解释，即个体的磁场对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力。易经大师邵华洪说过，一个人是富贵还是贫寒，人品优秀还是猥琐，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因为全写在脸上了。比如说气色、神态、眼神等等，这和漂亮不漂亮没有关系，漂亮的人也会有红颜薄命的。有时候你看一个人的气色，会感应到此人不久将会有血光之灾，而有的人往你前面一坐，你就会感觉到不久他会交大好运。走运的人绝对不会将自己的倒霉事儿挂在嘴边，老发牢骚的人相貌也会晦气的。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而且无论你走到哪里，磁场都会跟着你，并且吸引相同磁场的人和事。这段话出自文化名人马家辉，他发现人生境遇的好坏，其实最关键的是你的磁场正在吸引着什么。美国著名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叫大卫·霍金斯，他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拥有不同能量的级别，每个人其实都活在各自的能量级，并且也吸引着相应能量的人，甚至可以影响无论是动物、植物、书籍，或者是各种固态的和动态的东西，包括思想、情绪等等，这些东西都有确定的能量级。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能量下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不好的东西。任何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能量之下，你的频率都能吸引来的东西就是相应的东西。真正觉醒过来的人明白，及时清理磁场、提升能量，就是人生最好的修行。年轻时，南怀瑾先生曾去山上拜访一位高人，求教修行之法。临别时，高人对他说，看花时不要被花迷了眼，而是要向内收，如此才能收拢精力，增加能量。生活中繁杂之念纷纷扰扰，琐碎之事来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地困于其中，胡思乱想，纠缠迷惑，扰乱了原本规律的磁场，耗尽了自身的能量。灵妖，清理磁场，少胡思乱想。大学有言，成于中，行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磁场是心念的外在显现，内心平和安定，杂念思绪较少，则磁场柔和有序；心态急躁不安，妄思妄念过多，磁场就会混乱失频。所以那些具有智慧的人，即使在独处时，也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心念变化，不担忧焦虑，不胡思乱想，故而清醒通透，气质斐然。一次，孔子带着弟子外出讲学，向各国君主推广儒学治国理念，触碰到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导致在陈国和蔡国的边界上被围困，一连数天，他们只能住在破漏的草房里，粮食也快要吃完了。很多弟子因此惶恐不安，有人后悔当初不该出来，有人抱怨时运不济，也有人担忧未来无望。一时之间，气氛格外低迷，而孔子独自在一旁，正襟端坐，敛气凝神，毫无颓唐之气。后陈国将领被他的气场所折服，护送其和弟子回到楚国。智者有言：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困惑本无缘，不究自轻松。与其整日担忧妄想，自我消耗，不如平心静气，活在当下。当你心态稳了，磁场顺了，好运便会降临，困局自动破开。02，提升能量，多专注自己。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贤圣人求学多是为了提升自己，因此境界愈加高深。而现在的很多人学习只是想向他人炫耀，故而难以有所精进。一个人唯有集中精力，持续专注自己，用心改变自己，才能提升内在能量，驾驭更多外物。诗人曾巩年少时就跟随父亲进京入了太学，因为写了一篇实物册被欧阳修赏识，便拜在其名下，为人所艳羡。但他也因此迷失了自己，蹉跎了10余载都未能金榜题名。后来家逢变故，不得已回了老家。在此期间，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每日读书修身，渐渐地找回了创作灵感。之后他再次赴京科考，一举中第，荣登庙堂，真正实现了名声和才华相匹配的愿望。中庸里有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真正明白透悟的人，只专心做好自己，不在意外界纷争，不被评价左右，不因名利分心，不为的失动摇。修炼好自己，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03，人生最好的状态，磁场和顺，能量充足。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内心清净自在，不为凡事所扰，内在强大有力，不被困难打败。
苏轼才华横溢，少年登科，前途本该一片光明，却因遭到了党派之争的牵连，被一贬再贬，而他却没有过多的力气，始终充满希望地面对一切。生活拮据时，就自耕自足，自创东坡肉来改善饮食；失意苦闷时，泛舟观景，写下江上之清风，羽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来宽慰自己。突逢变故时，淡然前行，用竹杖芒斜倾圣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来回应命运。无论人生之路多么坎坷曲折，他的内心都有一片似锦繁花，活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样子。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如果一味纠结抱怨，不仅会让痛苦无限循环，还会失去此刻的美好。而若是把逆境看成修行，把经历当作体验，待不悲，难不弃，就能领略到生命的真谛，活得自信而强大，从容又自得。正如《菜根谭》中所云：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觉忘穷而真独路，每于此中得大机趣。世事无常，去掉妄思妄念，修得清净之心，就是此生最好的修行。有人说过，每个人的身上都自带磁场，磁场越顺，频率越稳，能量也就越强，生活也会越顺意。深有感触，当一个人不胡思乱想，只专注自己时，就能认清自己，看到事物的规律本质，从而顺势而为，绘出想要的生命蓝图。所以说，不焦虑，不担忧，不多想，事来不惧，多提升自己的内在，事去不念，多感受生活的美好。内在修为高了，外在世界就变了。余生，愿我们少杂念，磁场顺，多内修，能量高，任凭世事多变，内心安然如常。或许你就是磁场很干净的人而不自知。磁场干净的人常会遇到很多不同于常人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磁场吸引过来的。磁场虽然看不见，但一直在影响你的人生。你的磁场是否足够干净呢？可用今天这个影片对照看看。磁场特别干净的人常会遇到的8件事：一、常被陌生人和老人问路，他们总是挑中你，就算到国外旅游也被问。以前你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找到原因了。二、小孩和动物都喜欢盯着你看，不自觉地想亲近你。坐电梯时遇到小孩，小孩就会一直看着你。小孩心思纯净，特别能感受到人们的磁场，因为你的磁场很干净，他们才会被你吸引，所以盯着你看。在他们眼中，你长得特别好看。遇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格外喜欢你，想亲近你。如去朋友家，猫狗都围着你，
或是某只狗对别人都很凶，唯独对你很友善。3，你所到之处都很干净，给人感觉很舒服。磁场干净的人，打扮也是干净的，对于自己周遭的环境也会习惯随手整理。他们喜欢把东西收拾整齐，但又不会过分执着于物品的摆放方式，只是会随手清洁整为环境而已。4，大家都说你人很好，你给人的印象就是情绪平稳，是个好人，每个人都喜欢亲近你。5，善于自省，常会反省自己的过错，以改善自身不足，不愿给他人造成困扰。6，朋友圈很简单，经常来往的朋友就那几个，都相处得很好，会互相替对方着想，共享真挚友情。7，有很多个多年老友，磁场干净的人心思纯净，不会害人，也不想占人便宜。他们不喜欢说人坏话，也不会排挤或讨厌他人，所以能经营出深厚且长久的友情。8，喜欢亲近大自然，磁场干净的人不自觉就有亲近自然的习惯，他们喜欢爬山、看海，时常会去公园走走，对于园艺也很有兴趣，养鱼、养小动物也是他们的爱好。来自自然的产物，如水晶，也是他们感兴趣的物品。不知觉间一直在用大自然的能量净化自己。有缘人，你可能不会8件事都常遇到，也不会完全吻合老头子的描述，但大多都符合你的状态，那你就是磁场很干净的人。你要为自己感到开心，这代表你的内心很纯净，遇到负能量也能化解它，过着平静喜悦的生活，这是件好事。只要再掌握一些净化磁场的小技巧，将自己的缺点尽量的改掉，你的人生会很顺利的。以下几个小方法分享给大家。1，身静。身体是我们和宇宙能量联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定期的运动养生，比如说散散步、泡泡脚。2，心静。无休止的欲望就是痛苦的来源，知足者常乐，看开者无忧，心静即是心静。3，物静。无论是办公还是生活环境，学会断舍离，记住给生活做减法，就是给好运做加法。4，严静。烦死了，累死了，你是不是也经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其实这些话语不但不能帮助你排解坏的情绪，而且会给你的心理增加越来越多的负能量。常说一些积极的话语，真的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行为，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好。最后一个就是圈境，这个我经常说，朋友不在多，知心就好，圈子不必大，相容就行。就像作家契诃夫曾经说，人类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
你的磁场决定了你在吸引什么段位的人和事。一个持续有好运的人，他会和抱怨者、内心黑暗的人保持距离。一个财运很好的人，他会远离负能量的朋友，不要让他们给你灌输这很难的潜意识。远离总是激怒你，把你拉回到过去的那个人。如果总是活在过去，过去就是你的未来。所以不要总听别人告诉你，别忘了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不会变好的，别折腾了，那不属于你。当下把娃带好就行，那些灭掉你希望的人都要远离。一个人让自己运气越来越好，财运越来越好的过程，他要不断用正向的人和事、正向的语言系统、正向的价值观来激励自己。他要感受过美好，体验美好，才会认同自己以后都要过这样的生活。以下这6句话每天念3遍，养出干净的磁场，让你持续吸引好事发生。1. 学会对自己说，一切都没关系的。孩子把碗摔碎了，你会先把他骂一顿，还是会先安慰，直接解决问题，告诉孩子这没关系？对待孩子的仁慈，投射着你对自己的仁慈。如果你对自己苛刻，就会严厉批评别人；如果你允许自己，就会放过别人。所以学会对自己说，一切都没关系的，心态就会松弛，不会事事紧张。2. 我不对自己失望，只会给自己多多的鼓励。人习惯了对自己失望，但是不会给自己赋能鼓励。当你不会给自己赋能，就看不见自己的本自具足。遇到一点小事，就不会想着先去解决问题，而是遇到事情先把自己的心态攻击一波，也就是外面的战争还没打过来，自己内讧就损失了战斗值。内在没有自己的支持系统，为什么遇事会先攻击自己？因为从小是被这样对待的，习惯了犯个错误，先等着家长把自己骂一顿，于是长大后并没有改变这样的模式，演变成对小事抓着不放，对大事又潦草结尾。从现在开始，多多鼓励自己，和自己站在一起，所有的暴风雨都不可怕。3. 不要去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而是学会去爱当下的自己。很多时候，你经常拿理想中的自己来攻击现在的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做得很好的，应该就长那个样子，事情就该那样发展。一旦差距比较大，就对目前的自己深深批判，越批判，离理想的自己越遥远。而这个中间的差距需要过程，需要时间，所以就会导致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目前做不到，看别人说的觉得懂了，而自己做起来又不懂。现实与理想之间，要慢慢鼓励自己，把你的理想拆解成不同阶段。目前触手可及的是什么？先给自己一些正反馈，就像学习钢琴的时候，是分级别的，不可能直接到10级，
你需要先完成1级、2级，找到一些正反馈，给自己往前去走的信心，爱上当下自己，给他力量。如此就是玩游戏的快乐闯关心态。4.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前提是你需要智慧地引导自己。如果每天不去思考，如果每天都是随大流，如果每天盲目跟风，那就不会主宰自己的命运。首先提升对自己的觉察力，自己每天的安排经常被打乱吗？自己的计划总是半途而废吗？被打乱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的干扰太多了。关键是有的人被打乱后能够及时把自己拉回来，有的人被打乱后就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减肥的中途总会遇到聚餐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打乱了减肥的节奏，很多人就又放弃了，开始继续大吃大喝。比如你打算上午写文章的，但是孩子需要你，节奏被打乱了，于是这一天就没产出。生活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你只有去训练把自己拉回来的能力，提升觉察力，才能时刻把自己拉回来主战线，拿回主宰自己的力量。5. 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修心改变命运，只使用富足喜悦的人生剧本。为什么成年人不相信自己未来能赚到钱，能过上美好生活，不去为了美好生活而拼搏？背后是负面信念太多了，脑子里的有毒思想太多了。比如认为阶层已经固化，普通人的努力无用，认为过去的失败都是自己的命运，无法用命运抗争，认为原生家庭不好，所以变富很累，认为当下月入过万都难，以后怎么可能年入100万？而每天生命力旺盛，行动力满满的人，他怎么想？他认为自己有没有钱和原生家庭无关，和大环境无关，和阶层固化无关，能否有钱只看你信不信。你相信自己会有钱，行为就会变得和有钱人相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修心改变命运，每天就会精进，命运自然会发生改变。6. 我可以重启人生，我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很多人想重启人生，于是觉得另一半不配合，孩子不听话，无能为力。那么最核心的，你把自己搞定了吗？对身材满意了吗？对每天的状态满意吗？对收入满意吗？当我们把自己管好了，别人才会尊重你，尊重你，孩子自然会听人生建议，重新制定你的目标。今年最后几个月希望拿什么结果？把想过的生活写下来，在哪个城市，在什么地段，每天醒来都去做什么事，当下身边有哪些可以抓住的赚钱机会，每天要抽出多少时间来做事，希望3年后对自己说什么。改变自己的磁场，养出好磁场，
迎来好运气。要远离负能量的人，不要强行和自己不喜欢或者是很丧气的人在一起。保持你所处环境的安全与干净，那么就意味着你需要及时地清理掉你的居住环境以及工作环境中的没有必要的垃圾。这些垃圾可能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也会对你的磁场造成干扰，会导致你的能量低迷。所以你想拥有高能量，你就需要及时地清理掉它们，远离一切负能量的人和事。这就需要你做到远离负面的口头禅、负面的心理暗示，远离一切给你灌输负能量的人和事。只有你给自己源源不断地灌输正念，并且不断地向正能量靠近，你才会成为高能量的一员，那么好运才会向你靠拢。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当下你可以按下重启人生的按钮，为自己重新活一次。评论区为自己赋能，重启吧，我的喜悦人生。祝福大家都能够养好自己的磁场，山水万程，好事总会发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